回来，既不会惹小 V 生气，又不会让小 V 难堪，小 V 最喜欢的搭档，寻梦之旅中最让人省心的寻梦者。要好好愉快的和电子生命朋友们道别吗？ Vita， 我也是你口中电子生命的一员。哎呀，你当然和别人不一样啦。即使在小 V 迄今为止结交的所有朋友之中，你也毋庸置疑是最懂事可爱的那一个呢。你和阿杰塔又吵架了？怎么会呢？像小 V 这样人微言轻又柔弱的可怜女孩子，可没有让那位尊贵又神秘的博士发生情绪波动的能耐呀。Vita， 你有什么不满可以直接说出来。有没有呢？小 V 可不敢说，万一被带有偏见的恶意指责为背后说人坏话。总之，希望你们能好好反省这次的行为。哇哦，真严格，明明已经说教1个小时了呢。都说温柔的人生起气来最吓人，真是百闻不如一见。好可怕，好可怕！小 V 可不想现在引起他的注意啊。怎么回事？那个声音是……这么好奇的话，不如自己亲自去瞧瞧，看看天命最受欢迎的医疗队长是怎么把你无所畏惧、从不低头的朋友们训斥得瑟瑟发抖的。不要对我露出仿佛淋雨的小狗一样的表情。克拉丽，你知道我会举双手赞同希尔的说法，如果条件允许，我也乐意举起脚。他们就是爱因斯坦博士，请不要在这种时候开玩笑，你太过溺爱他们了。就是因为该严肃的时候没有好好严肃，才会让他们产生错误的心态。是我的错，我为此反省。小孩子是很敏感的哦，他们会按照我们的反应为发生的事情划分重要程度。如果我们没有在应该掰正他们错误的时候采取行动。是的，我反省。看来爱因斯坦也迅速抓住了总之先说是的重心，不愧是他。克拉丽，你的态度再端正一点。笨蛋，现在不是计较我态度的时候，况且我的态度很端正。喂，那边不要交头接耳，现在也不要左顾右盼，没有人会为你们说话，你们要好好反省自己的过错。可是我们已经反省了1个小时了。赫利亚，你也不要摆出不赞同的表情，差2分钟到1小时和1小时零2分没区别。哼，耍起贫嘴来倒是一套一套的，和布罗尼亚姐姐，布罗尼亚不相上下。什么 deadline 要追过来了，1+1+1等于11，所以睡3个小时就够了。哇，不愧是布罗尼亚老师，好精妙的理论。克拉丽，我觉得希尔前辈不像是在夸他。笨蛋优等生，我当然知道。你们呢，处变不惊当然是女武神优秀的品质，但你们必须清楚，自己可是刚刚经历了攸关生死的战斗。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啦，不过是闯了毫不讲理的3重试炼，顺便继承了一下龙翼的力量而已啦。赫利亚这个家伙，可是和来自世界炮还是平行世界什么东西的其他赫利亚大战一番，在我的鼓励下，才绝地翻盘先取胜呢。你到底是想夸我，还是在借机夸你自己？这叫双赢，懂？3重试炼，世界炮的同一人物，继承力量。听起来这个故事有点熟悉呢。毕竟是火星量子计算机的产物嘛。唉，要我说，火星人也太没新意了，这都是什么烂大街的设定了。其实布罗尼亚也是通过类似的试炼，继承了理智律者的力量哦。我的意思是，能被一代又一代传承的设定，一定有它的道理，请叫它经典。
不过，克拉丽说的对，的确是在你的鼓励下，我才能与自己和解，向前迈出了一大步。彼此吧。看在赫利亚这次这么坦率的份上，我也可以勉为其难的承认，我能通过试炼，也有赫利亚的一份功劳。只要我们联手，就没有完不成的任务。你曾经吹过的牛，我们把它变为现实了呢。什么吹牛？别说这么难听，那叫慧眼如炬，料事如神，未卜先知。哇，这么厉害，是不是还要我夸夸你们呀？完蛋！你们完全没有在反省，不是完成了任务就可以皆大欢喜。爱因斯坦博士和我想听到的，也不是关于任务细节的检讨报告。你们和所有新生代天命女武神一样努力上进，用心在一次又一次火星探索的循环之中寻求突破和进步，也在这个过程中无数次经历危险。你们愈发忽视自己，都想要独自解决不只属于你们的危机，这才是让我们最担忧、最难过的地方。是，前辈。你们两个人都想做英雄，并为此苦恼和勉强自己，这或许是属于你们成长的必经之路。可是，你们不可以忘记自己有多珍贵。我们可以接受任务失败，但不可以容忍付出失去你们的代价。是，前辈。还有你也是，过来，坐在这里。我？别装傻了，你们不是从刚才开始就一直在进行眼神交流吗？我看过你在系统里的行动报告，你以身犯险的次数可一点都不比这两个孩子少。难道是以为自己的生命存在形式不同就可以胡来了吗？就是这样天真的想法，最容易招致致命的危险。生命的价值绝对不是可以被放在天平上称量的东西，这其中当然也包括你自己。在任何时候，爱着你们、关心你们的人都不会想要迎接你以自我牺牲为代价换取的结局。你们三个人都是。如果再让我看到你们为了任务不顾自身安危，我会非常生气。好好记住这点。是，前辈。所以他的训斥其实只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关心我。真是温柔的人，就好像是家人一样。说起来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？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，我们5个在一起，不论做什么，似乎都挺默契。你看起来气色不错，看来即使是在那种随性的老师的指导下，也确实是在茁壮成长呢。不用担心，寻梦者，大家都是你的同伴。你可以相信大家，只要我和克拉丽能做到，就一定会尽全力帮助你，因为我们是朋友，对吧，克拉丽？同上。我的身边总是有这么温柔的人在啊。知道了就好，可不许再忘喽。总感觉希儿就像大家的家长一样。那可不，听说连布洛尼亚老师在希儿前辈面前都抬不起头来呢。你们也是，布洛尼亚也是，为什么从来都学不会多珍惜自己一点呢？每次发现他的外卖软件会员等级突然上升，我就知道他最近肯定又通宵加班了。看来把外卖包装袋扔到隔壁公司垃圾桶里根本没意义。我早跟布洛尼亚老师说了，肯定不是因为这个暴露的。眼看着布洛尼亚顶着黑眼圈，还一心扑在工作上的样子，真是让人看了又生气又心疼。最后我只能强制他去休息，我和重装小兔一起帮忙把工作做完。重装小兔，了不起的前辈。放心，希儿前辈，有优等生赫利亚盯着我，
我一定能做到作息健康、3餐准时，成为女武神模范。你明明一次都没有听从过我的建议吧？下次一定。就是因为你们这样的态度，才会让人放心不下。克利亚、克拉丽，德丽莎主教说等你们休息好了，就去模拟作战室测试一下你们的。抱歉，我有点急事要处理，先走了，再见。好久不见，别急着走呀，布罗尼亚姐姐。嗨，希尔，你来了呀？好久不见。是啊，那么请聪慧过人的布罗尼亚姐姐猜一猜，当我抵达这里第一眼看到的是劳累过度昏迷的布罗尼亚姐姐时，是什么样的心情呢？我错了，听不见哦。我错了，对不起。模拟作战室对吧？赫利亚、克拉丽还有许梦者，还不快走！希尔、布罗尼亚，有时间再聊吧，再见。没有下次了，知道吗？赫利亚、克拉丽，测试前我需要先检查一下你们装甲的状态。我们现在就去模拟作战室。许梦者，你先去剑桥休息一下再来吧。好的。听好，许梦者，刚才什么都没发生，我们什么都没看见，什么也没听到，这也是攸关生死的战斗，明白吗？